不用，你哪认识什么人啊？你放心吧，我们老师早就给我写好推荐信了。你女儿这么优，你女儿这么优秀，还说找不着工作啊？你又给我寄东西了？是啊，快打开看看。嗯。好看吗？喜欢吗？好看，太好看了。妈亲手做的，怎么样？不比外头卖的差吧？阿姨，裙子可好看了，回头也给我做一条呗。好，好。哪儿都有你，这是我妈。妈，你怎么想起给我做裙子了？这面料不便宜吧？你都多久没买新衣服了？马上毕业典礼了，你不是说要上台表演吗？那不得有件像样的演出服啊？谢谢妈。对了妈，我也给你买了一件礼物，是一支口红，过2天你就能收到了。哎呦，谢谢女儿啊，不耽误你学习了，快去忙去吧。妈妈再见。还推荐信，你这么骗阿姨可不是长久之计啊，迟早有一天她会发现的。那我能有什么办法？我总不能让她担心呀。跑招聘会跑了2个月，一点音讯也没有。早知道这么难找工作，我当初就不应该学声乐。对了，曼妮，你朋友多，你有没有什么路子帮我问问的？我能有什么路子呀？可是你就找到工作了呀，你能不能帮帮我啊？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曼妮，你帮帮我吧，曼妮，好曼妮，好曼妮，你最好了，你就帮帮。今天晚上有一个 party，要不你一会儿收拾一下，待会儿跟我一块儿去，我看看在那边能不能介绍点人给你认识。爱死你了！我白擦了。就是这儿吗？你好。香啊！什么时候来的？监控看完了。
怎么样？你呢？有什么新线索？在他们最后出现的公路附近查了好几天，一无所获。昨天我已经下令停止搜查了。这次爆炸闹出了这么大的社会动静，我觉得这就是他们想要的，所以他们不会躲起来。不过这2天我一直在想另外一件事。之前的死者都在纳瓦的相机里出现过，唯独这个刘海逊没有。所以他究竟是意外死亡，还是对方刻意为之呢？他认识铁心，肯定脱不了干系。10年前，他在一个酒吧当保安，很奇怪，干了没几天就不干了，摇身一变成了大老板，还进了不合商会，到处结交人脉。我比对了一下时间，他发迹的时间正好是你们家出事的前后。再加上这次的果干工厂查出了制毒贩毒运毒，很明显，这就是那个时候找到大人物的靠山，也就是他，铁心。我们已经发布了全城通缉令，相信很快就能把他抓捕归案。10年前的案子，我也觉得有疑点，但证据确凿，我没有办法。不过这次不一样了，新的线索出现，直接指向了当年的廖家大火案。我打算向上级申请，成立专案组，重查当年的案子，和这次爆炸案一起并案调查。小伙子不错，坚持是有意义的。我就随便看看。舒和，我有事情想告诉你。随便坐，当自己家。你一直住在这里啊？没有身份也没办法去住酒店啊，这里挺好的。哎，对了，你刚刚说铁心消失了？对，查了各个路口的监控，但自从那天车祸之后，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他的确不简单。我最开始也是在他身上花最多的时间。不过现在眼下他被通缉，能去的地方不多，应该不难找。你之前说过，爸是通过他把毒品卖到不合适的，但是我在警局查了资料显示，他名下没有任何注册的公司、企业，或者是商铺，也就是说他根本就不是商人，更没有销售渠道。我之前也调查过他，他来不合之前在南非当过雇佣军，所以他很有可能是替别人做事的清道夫。如果咱们家的火是他放的，他背后一定还有人。很有这种可能性。不过现在 AX7在市面上也没有流通，人家说不定有自己一种独特的销售模式，只要能挣钱，专业不对口也没那么重要。尽快找到他，问问就知道了。还不够你够了，吃的了。哟，来了，思远来你也不说一声，给孩子买点好的呀。我先解释一下，之前跟你见面，我可不是故意在你面前演戏的，都是你哥让我这么干的，要怪就怪他。我知道，你应该自始至终就没想让我搅进来吧？可惜啊，你已经不是那个小时候听话的小朋友了。
兄弟们，跟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亲弟弟廖思远，这是阿甘、阿蔡，白涵你见过了，他们都是我警校的好兄弟。我都忘了有多久没有被人介绍过了，你这么突然一介绍，我好像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你姓张，你跟我一个姓。我为啥姓张啊？我是你爸爸，你不得跟我一个姓？滚！是啊，你别看我俩口音不一样啊，我俩是远房亲兄弟。他妈妈是我二舅妈的姐姐的老公的妹妹的外甥女。行，来，先聊点正事儿。这是在爆炸现场拿到刘海军的手机，经过还原，我们在里面找到了铁鑫的号码，然后我让阿泰黑进了通讯局的系统，查了下铁鑫的通话记录，在里面锁定了几个联系频率比较高的号码，查了下机主的信息，资料都在那了，你们看一下。盖德，对，他是一家叫真美的艺术培训机构的创始人兼董事长，在铁鑫与其的短信内容中多次称呼他为老板，并且在铁鑫被通缉之后，铁鑫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盖德。也许这个盖德知道铁鑫藏在哪儿了。正好，像我这种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刚好过去进修一下。快点，晚了就来不及了。都怪你，一路上8次厕所，懒人屎尿多。哎，你别胡说啊，我就上3回。一会儿要报不上名就赖你。不过这机构也真够奇葩的，报个名还得靠抢，考大学都没这么费劲。孤陋寡闻，人家真美可是全部和唯一一家跟国外几所著名的艺术大学都有合作的专业艺术培训机构。满了？这个季度已经满了，抱歉啊，要不你们下个季度再来。你们能不能通融，再加几个名额？我们真的很想来这学习一下。抱歉啊，我真的没办法。老师是这样的，他们2个呢，大学学的都是幼教专业，对，来这儿也不是为了自己，就是想以后能更好的参与到小孩子的教育当中，这多有意义啊！您看，要是3个名额不行，2个名额也行的。我刚刚好像听说流行演唱那边有几个退课的，好像，要不行，把名额给他们加上。这样，你们留个联系方式给我，要是真的有人退课的话，我就联系你们。好的，谢谢。谢谢，谢谢。来之前我还想呢，万一我在课堂上的表现过于优异，是吧？鹤立鸡群，人家直接给我留校了，会不会过于突然？现在看来啊，一定是因为不合适的经济形势过于紧张，导致他们雇咱有点费劲。这儿的这些老师啊，那可都是专业艺术院校毕业的高材生，你该不会不知道，艺考是需要面试的吧？你啥意思啊？面试怎么的？我这形象什么意思呢？哎，你们先走，我上个厕所。怎么吃坏啥了？怎么轮到你了呀？走吧。
你没偷，你没偷东西自己长脚跑到你包包里了，给你爸爸妈妈打电话，要不然今天这个事情没完嘞。我没有爸爸。怪不得偷东西哦，原来是没娘教的野种啊！赶快给你爸爸打电话。怎么回事？这么大的人怎么说话呢？这么小孩怎么偷东西啊？就这个，还好我眼睛尖，看见他拿，我才从他包包里翻出来的。我实事求是的呀。哼。你钢笔放在货架最上一排，他个子这么小，怎么会够得到？人家练习部用的都是铅笔做作业，就没用过钢笔。那东西是怎么跑到他包包里的？算了，啊，我就不跟你们扯皮了。你们赶快走吧，该干嘛干嘛了。什么算了呀？你冤枉这么小孩，不准备道歉啊？道什么歉呢？我也差点丢了东西。这种事情说不清楚的，要不然报警吧。报警？报什么警啊？要么报警，要么道歉。小朋友，叔叔不该冤枉你，叔叔给你道歉，对不起哦，啊。学生，你说你叫小九是吧？我爸爸不让我吃陌生人的糖。我还陌生人啊？我都帮你这么大一忙了。谢谢哥哥。去玩吧。刚刚谢谢啊。没什么。那钢笔，你是故意的吧？其实我也不希望别人被冤枉。你一直跟着我，是有什么事情吗？思远，看一下，这是盖的家的平面图，这里跟这里都有出口。我待会会在前面接应你。你记住，我们的目的是为了知道铁心的下落。如果遇到任何危险，不要犹豫，立刻离开，好吗？好，等一下，拿着吧。这个就不用了。被发现了反而说不清，算了。行，好了。等一下，我觉得还是不要进去了吧。啊？我还是觉得很奇怪，第一次见就约你到家里来，你怎么感觉婆婆妈妈的？我去了不就知道了吗？记住，知道铁心下落之后立刻出来。走啊。比他还啰嗦。谁？我幻想出来那个你。以前这种事情都是他陪着我，但你比他差一点。他在哪？不隐身。
一个人打多没意思啊。喝的来一把。来吧。都说酒品见人品，其实不是。一个人无论喝了再多的酒，也只是放大自己内心的欲望。无论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也都是由我本来就想这样做所支配。游戏不是，游戏是下意识的，是来不及隐藏，是能窥见人心最好的方式。你说呢？专心点，你快输了。你是不是也能看到鬼？其实我也能。你怎么知道我能看到鬼？你知道昆虫之间是怎么交流的吗？昆虫？触觉？是味道。几乎所有的昆虫都会分泌一种叫做昆虫信息素的东西，用来表示寻觅、聚集、觅食、交配、防御等信息。但这样的信息交换仅仅只能在同类之间。其实不只是昆虫，有的人也可以通过味道来寻觅到自己的同类。比如我在真美就看到了你。不然你以为我是怎么突然一下知道你在跟着我？即便我知道你可能会有其他的目的，但我还是把你请到家里来了。我不是一个会自来熟的人，我只是很久没有人能说实话了。我说我能看到鬼，其实我看到的是我的双胞胎哥哥。其实他在10年前就已经离开我了。所有人都说他是个恶人，但是他对我却很好。自从别人知道我能看见他，很多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他们觉得我，还说这个房子里闹鬼。再后来，家里人就找了个叫铁心的保镖来保护我，说是保护，
但其实就是监视我。他总是很神秘，私下里做了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后来我的父母离世了，他就不见了，只留下我一个人。但没关系，我知道我的哥哥就在我身边。你看到的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你如果不想说，没关系。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从小到大，他就是我的偶像。在我眼里，他聪明、勇敢、正义，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人。那时候我总想，如果长大了，也能变得像他一样厉害就好了。然后我就开始学他，什么都学。他喜欢白色，我的衣柜里面就都是白色的衣服。他喜欢侦探小说，我书柜里就都是阿加莎。他不爱吃早饭，为了学他，我好几次饿到胃疼。对这个我妈没少揍我。后来我才知道，他只是不在家里吃。他走的那一年才21岁，风华正茂，意气风发。那场大火之后，他永远停留在了21岁，再也没长大。有些人认识很长时间，都依然是陌生人。但是有些人没见多久，就感觉认识了几辈子。不要觉得我说的夸张，能认识你，真的是我爸走了之后，我最开心的事情了。所以，我们之间不用再拐弯抹角。你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告诉我，我一定会帮你。杀掉我哥的那场大火，就是铁心放的。如果你真的想帮我，你就告诉我他在哪儿。铁心，他被通缉后，我就再也找不到他了。我明白你有你的难处，但是这个铁心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思远，思远。不好意思啊，打碎你一个杯子，下次赔给你。走啦。
你觉得他会说吗？我不确定，但是这个盖德和我想象中的确实不一样，比我想象中的怪异，也比想象中更真诚。我不确定，再等等看吧。我有点好奇，你为什么要跟他讲鬼魂料之外的事情？我不是说给他听的，我是说给你听的。从刚才到现在，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是吗？这10年，我每天活下去的动力就是复仇，所以我不择手段，那是因为我知道我没有明天，所以我不怕。我甚至想过，只要能杀死铁心，找到真相，跟他同归于尽，我也无所谓。但就在刚刚，我听到你跟盖德聊关于鬼魂料之白的事情，我动摇了。虽然我不怕死，但是我不想让你看着我死。我想过了，我们一起抓到铁心，让这10年的复仇画上一个句号。既然你已经参与进来，我答应你，我绝对不会对他怎么样。你可以把他交给警方，然后我会去自首。我知道我说的话可能有点奇怪，其实啊，这些年我并没有亲手杀过任何人，希望不会判我死刑。如果在牢里能好好表现的话，说不定还可以减刑呢。到时候还可以提早出来，再继续跟你一起生活。思远，因为你，我想回头，哪怕不能回头，我也不想再继续这样了。哥，那我们试试吧。好久没有这种对明天充满期待的感觉了。마초의 서준호? 警官，我要报警！救我！救我！6位的报警位置在德丰路49号，中美国基因储备群中心，机主姓名叫提议。喂，思远，你说的那个铁心，我确实知道他在哪儿。
那你能帮我找到他吗？能。他被通缉之后，我看他可怜，就找了个地方安顿他。但是如果他曾经对你做了这样的事，我还是告诉你吧。警察，你们来我家干什么？盖德，出什么事了？廖思远，怎么又是你？请。戚法医，这是报案人提一。你好，我是渡河警局的法医，我叫戚夏。我现在协同医生一起给你做身体外伤检查，你别害怕。事发后有洗过澡吗？我叫提一，48岁，在真美艺术机构做行政工作。我入职有半年多了吧。他当天晚上10点半的时候去的公司，我当时在加班。这些事说出来，也许你们都不信吧，可我也不信。可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盖德先生会对我做出这样的事。盖德先生，最近事情有点多，辛苦你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你身上的味道很熟悉，好久没有遇到过了。我可以闻一下吗？盖德先生，你想干什么？给我闻一下。借我过一下，借我过一下。老师，到底发生什么了？朗桑怎么了？朗桑头部受物理重创，初步判断死因为颅部骨折，凶器是一把工具锤。队长出示死者的名单资料。除此之外，他手腕有一处淤痕。和另外一位死者提一手部特征相吻合。提一，女性，22岁，现为艺术学院声乐系学生，全身上下深处表皮淤伤，死前曾遭受暴力殴打，环绕颈部有明显勒痕，
下体撕裂，并有精液残留，凶器为一把水果刀。我们在现场还发现了注射器，怀疑他们2人注射吸毒。稍后我们会把尸体带回去，进行解剖检验。老师，我刚刚给朗桑打过电话，他的手机呢？小李，我们在朗桑的手机里发现了大量浏览色情网站的记录，同时在T1的手机里也发现了相同网站的登录账号，他们之间在线交流，内容露骨。Q 咪，你迟到了。我记得你说喜欢黑丝，人家可是特意去买的。你好坏。我也给你准备了好东西。你还挺谨慎的，还知道准备现金。老板，这好像跟咱们说好的价不一样吧？你迟到了40分钟，我扣你点钱，怎么了？我刚才可是送了你一次的。我让你送了吗？再不要做这种乡下人的生意。你说什么？没什么，大哥，开下门。不，我刚才真的没有听见你说什么。大哥，不要这么脆弱吧。有些乡下人呢，他就是这么不讲道理。麻烦你开下门，我还有下一场。好。没人看不起我，你他妈也看不起我是吗？我们在工具锤和水果刀的把手上采集到了指纹，正在加紧比对，很快就会有正确的结果。太奇怪了，证据怎么会这么齐全？而且他们2个人实力悬殊，即便是互杀，根本不可能达到双死的局面。现场一定还有第3个人存在。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问你的时候你再说话。姓名、年龄、职业。盖德，32岁。我是做艺术培训的，2014年创办了真美。你跟受害人什么关系？我真的不认识他。队长，这是提议的口供，物质那边很着急，需要您签个字。警官，那支笔，提议有没有用过？可以借我闻一下吗？啊，也许我可以提供对案情有帮助的信息。给。我确定我没有见过这个人。哦，说起来可能有些复杂，简单来说就是，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独特的味道，这也是我在面试的时候重要的筛选标准。通常我一般会选择积极、努力、认真、善良的人，但是这个人没有这种味道，所以我确定我真的没有见过他。昨天晚上10点到12点之间你在干什么？晚饭的时候，我自己喝了一点酒，我自己一直喝到了12点左右，直到你们冲进来把我抓走。警官，请你们相信我，那天晚上我就在自己家里，我真的没有见过那个人。队长，这撒谎。那天晚上我确实加了会儿班，走得有点晚了。有听到或者看到什么吗？我离开的时候刚好碰到了盖德先生，我跟他打了个招呼，然后我看他好像是往提一姐的办公室那边去了。盖德先生，这么晚了还来加班啊？提议什么时候入职的？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吧。上周我们还去团建了。这个是我们的照片。队长，你没觉得提一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好像在哪儿听过。舒和，你出来一下。2份报告，1份是提一的。
血液中无酒精成分，可推断出被侵犯时意识是清醒的。手腕处有淤伤，下体右侧外阴有明显撕裂，还有残留的精液。指甲内残留的人体组织经检验确定与嫌疑人的 DNA 吻合。还有这份是盖德的，他血液中酒精浓度大概是75毫克左右，小臂有一处抓伤，可以推断案发时属于是醉酒状态，与报案人描述一致。根据现有的证据，可以立案了。性侵案从来都不复杂，但是难举证。好在这个被害人他头脑清醒，意识果决。但是舒和，你不觉得这个证据太完整了吗？我愿意接受采访。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提一，我不是唯一的受害者。盖德多年以来以应聘为名，实则是为他选妃。有太多的女孩被他多金优雅的外表所吸引，然后一步一步的沦陷。被骚扰，被侵害，甚至遍体鳞伤，还要被他用名誉。这才1个下午，这网上的舆论基本已经将盖德未审先判了。哎，真美刚在网上发公告了，说先暂停营业，并为所有学员无偿退费。这女的不简单呀，看来不是个普通的受害者。是谁说受害者就必须要畏畏缩缩的？只要性侵的事情是存在，他就有获得正义的权利。虽然他做的事情很极端，但是那是他获得正义的方法，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思月，在想什么？我在想那晚，盖德明明在和我喝酒。那你的意思是，盖德案发时都跟你在一起，对吧？并没有出现在真美。对。一个人怎么会同时出现在2个地方？所以他没有性侵提议。所以你要帮他作证吗？既然我已经知道了，就没法装作不知道。无辜的人不应该被诬告。思远，到底是真相重要，还是惩罚坏人重要呢？盖德也只是认识铁心，也不代表他就是坏人。你说的有道理，你就去做你认为是对的事情吧。还好吗？我没事，我很好。你明明有不在场证明，为什么不说？你在说什么？什么不在场证明啊？可我看见你了。廖思源，你不要胡说。那天晚上我就是自己在家喝酒，然后给你打了个电话。头儿，你就让他们就这么见面了，这不合适吧？在案件侦破阶段，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在非常时期可以用非常手段，
你是老警察了。对，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啊，对了，提议的详细信息，档案可归回复了。我这去看。你的意思是你被陷害了？是，我能感受到有人在设计我，我已经成了别人的猎物，没必要再牵连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朋友。或许我不知道你走了怎样的路才到达这里，我也不知道我们会在哪里分别，但是相遇的这一程，我想为你做点什么。等我出去以后，我一定帮你找到你要找的那个人。可是现在证据确凿，你怎么出来？正义虽会迟到，但它不会缺席。怎么样了？那个时间我确实跟他在一起。你确定？确定。这就说明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出现在了不同的地点，还都有证据证明他曾出现在那儿。很明显，一定有一个是假的。我们都下意识地相信自己眼睛看见的，所以很难甄别。但是假的就是假的，一定有破绽。我最大的疑问就是，如果这个提议是诬告，想利用他自己50岁女性和年轻高富帅的反差做噱头，制造舆论，引发关注，那他为什么针对的是盖德？哎，这种事儿我们当警察的见得多了。想对一个人好，可能需要一个明确的理由，但如果想害一个人，什么事儿都能成为理由。这样，我们分头行动。我去查一查提议周边的线索，你再看一看那晚的证据，有没有其他的监控拍到另外的东西，随时同步。好。廖思远，你那边调查还在计划当中吗？需不需要我们警方干预？舒和，我有事情想告诉你，我已经联系上白涵了，我会劝他们去自首的。先不用，你再给我点时间，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联系你的。走了。喂。哎，头儿，有问题啊！根据我们录入档案的时候，发现提议的身份根本对不上，他证件是假的，系统里没这人。那他的真实身份查了吗？暂时还没有。根据手机号码在通讯局留的资料，名字是一样的，也叫提议，但是别的都不一样。而且手机号码的主人在10年前已经死了。知道伪造证件犯法吗？知道犯法，还用假身份报警，胆子够大的。身份是假的，但是被侵害是真的。
警官，你们不会包庇罪犯吧？不会。但首先，我们得知道你是谁。我是提一。行。那你为什么是提一？嫌犯，你们该抓的是他，他强奸了提一，你们该抓的不是我，是盖德。队长，回来了，有水没有？渴死我了。哎呀，我还没喝。啊！因为烫啊！让你查完了，这个所有内部的监控全坏了，说好长时间没开了。又坏了。我也发现了，只要一有事儿，监控肯定出问题。这个视频只能看到背影，按照廖思远的说法，这个人就不是盖德，提一有帮手。查一下这个冒充提一的人，主要是他身边的亲属关系。行。所以已经决定好要查了。一方面，我觉得盖德是被冤枉的；另一方面，我承认我有私心。只要他能出来，或许能帮我们打破僵局，找到铁心。行，那我们跟你一起吧。阿甘在道上有一些兄弟可以帮忙打探消息。阿泰的专业能力是网络技术，黑个网站、入侵监控什么都太简单了。有需要跟我们说。那我是没什么能帮的了。哎，又谦虚了，白少爷。I'm rich。不用，随便花了。给我来，给我来，我这到这儿去。收回去，赶紧的！哎呀，一点心意嘛。已知监控中的人并不是盖德。其实只要找到假扮盖德的人，就能破坏看似完整的证据链。还记得河神案吗？记得。假扮盖德的人一定对他非常熟悉，就像纳瓦对泰树一样，足够熟悉，才能以假乱真。而且，为了配合行动，这个人肯定跟提一有密切的联系。你们听说过盖德曾经有个双胞胎哥哥吗？
这个不太清楚，可以叫阿甘查一查。盖德身边的人还是太杂，不如从提议先查起。这学校的氛围感觉还挺不错的，老师们之间的关系挺好的呀。你觉不觉得这张照片有点怪啊？所有人的面光都是顶光，只有提议的面光是平光。这张照片应该是 P 的，确实挺像 P 的。那他们怎么会这么明目张胆把一个假照片放在这边呢？提议应该是有同伙。4月，我们去现场看一眼。我们一般使用的推理方法有2种，一种是归纳推理，一种是演绎推理。你说什么？归纳推理就是从特殊性到一般的一个分析过程。警方的证据链条当中，除了受害人提供的皮肤组织以外，现场并没有留下盖德的任何信息。对方的反侦查意识很强，说不定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犯罪，只要做过，一定会留下痕迹。是的，是这样没错。开始吧。桌面上、角落的柜子都有打斗痕迹，而现场非常的凌乱，估计是在这里发生了侵犯的行为。他们是发生在夜晚。这些灯应该都开着。根据现场环境，凶手应该是这样，把提议摁在桌子上。那他的脑袋，所以你的意思是，灯泡产生的静电会吸附周围的灰尘毛发，所以这上面很有可能有凶手的信息。房东太太，我是薄荷警局的，上头让我来取提议的东西，麻烦你帮我开下门。你们看完记得把门给我带上，我要去睡了。麻烦了。据我所知，真美在行业中的薪资是拔尖的，怎么过得这么拮据？而且从这个空间的生活痕迹来看，他根本没有想要常住的意思啊，感觉随时可以走人。独居，从来不做饭，生活单一，没有物欲。喂，行，你发给我吧。有什么消息啊？往下翻。双胞胎哥哥的事，阿甘说他并没有查到，但他的线人在布河的地下赌场查到了这个。喜欢赌博？几年前他就一直流连赌场，欠了一屁股的债，还不上，手还差点没剁掉。按他现在这个生活环境来看，估计毒瘾还没戒掉。难怪把日子过成这样。阿泰那边呢？阿泰查了一下他平常的活动动线，发现他除了这里以及真美之外，最常去的一个地方是附近的菜市场。他冰箱里都是素食，平时也不做饭，去菜市场干嘛？按照阿泰说的，他在监控里看到
那个提一在菜市场里，既不买菜，也不和别人说话，唯一反常的举动，就是偶尔会来公园这个跷跷板上坐一坐。跷跷板。我们现在已经确定，提一是有帮手，可是他又没什么朋友，手机里也查不出什么端倪来，最有可能的，就是他的异常举动就是在传递信息。大阿泰说过，好像没有什么奇怪的人出现在这里。一定有，只是我们忽略掉了。你觉不觉得太顺了？什么太顺了？从我决定开始要查这个案子起，我们得到的每一条信息都非常精准。好赌欠债是作案动机，异常行为是作案手段。虽然我们现在什么都还没有查到，但是每一条线索的指向性都非常明确，查到结果只是时间问题。太顺了，我总觉得好像有人在引导我。背后那个人，不会是你吧？我最爱的弟弟，小心聪明反被聪明误。怎么可能会是我呀？天天陪着你呢，我很闲吗？我不累吗？有没有良心啊？还怀疑我？逗你的，逗你的，走吧。最好是啊。早晚给你拆了。你要拆谁的风铃啊？拆你的风铃啊！风铃答应吗？你怎么还没睡啊？你还知道回来啊？给你留的夜宵，别再说以后我不给你留饭了哦。我不饿。不饿才怪呢。呀，还有虾饺呢。你做的？怎么样？思远啊，你呢？长大了，有自己的秘密了。不过没关系哦，妈妈就是想告诉你，即使廖之白不在了，妈妈也是你坚强的后盾。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事，都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你们女人就爱多想，咱们母子什么话不说呀？哪有秘密瞒着你？少哄我，这些年你瞒着我的事情还少啊？喏，我不是跟你翻旧账的，我就是想让你知道，谁也不许欺负我儿子，谁要敢欺负我儿子，我就干他，干死他，干死他！你说你这么漂亮一小姑娘，别整天打打杀杀，干死他，干死他！回头真爱全跑了。年轻漂亮的小姑娘，不是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吗？嘴巴甜你啊！嘿嘿。队长，廖思远之前来过，说让我把这东西给你。这什么呀？交给技术科仔细检验。行。哎，
今天那个提一拘留期满了，找个人盯他一下。没问题。哦，对了，那个真的那个提一那个案子我查着了，哇，一个压箱底儿的案子，我花了好长时间。他之前是布河艺术大学学声乐的一个学生，但实际他利用课余时间做了好多皮肉生意，挣外快嘛。家里人呢是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母亲应该是10年之前因病不在了，所以现在基本上没什么亲人了。至于那个假的提议，据他所说就是捡到了那张卡，然后就将错就错了，也许就是个意外巧合。原来那个提议怎么死的？凶杀。之前不是做小姐吗？然后好像有一次出台和客人价格没谈拢，然后起冲突了，没了。当年这个案子卷宗你帮我找一下。呀。对了，那个盖德的那个司机也到了，你看你是接着审啊，还是先休息一会儿？来吧，他们家有常来，老板人特好，每天早上都去海里现捞鱿鱼，特别新鲜，而且味道啊跟当年咱学校门口的一模一样，尝尝。是吗？尝尝。很好吃。但说实话，学校门口那个我从来没吃过。是吗？你老去食堂不跟我一块儿？错过了。哎，你怎么突然跑去给人当司机了呀？当司机挺好的呀，司机怎么了？你看我们当年毕业那些学员，哪个混得好啊？你算是里边混得最好的，那一个月工资也没多少，更不用提那些分到小地方警局的，你赚的更少。我现在一个月啊，应该是挣的比你们多不少。所以今天这顿啊，必须我请，别跟我抢。不跟你抢。哎，我记得当年你们几个跟在廖志白屁股后面，张嘴闭嘴不当英雄，怎么突然这样了？选择和长大都是一瞬间的事儿。什么选择？就是当年跟廖志白的事儿嘛。廖志白当年想拉我下水，我拒绝。他们4个都有吸毒史，就我没有。然后我就不再跟他们玩了。要是再给我一次重新选的机会，我还会那么选。行了，你也别跟我绕弯子了，都是干警察的。啊，我是以前干警察的。我知道，把我叫到警局，就是想了解盖德的事儿。是，那我一看是你，咱们老同学就没有必要在那个摄像头前面说话了。这儿挺好，你随口一说，我随耳一听，你要不小心说错什么了，就当没听见。淑华，看来你的原则也有所改变呀。都是拿死工资的，那么较真干什么呀？所以你们老板那天晚上用过车吗？那我不清楚，他只是通知我那天休息。交了钥匙之后，至于车到底动没动呢？你们可以去查定位。早就查过了。车载定位显示，他确实去过真美。我真的不知道，我就是一个小司机，给人开车的。我只能说，那天晚上我没动过车。
他要真去干什么，也不可能叫你去给他开车，是吧？对呀，就是这么个道理嘛。呀，到点了，孩子放学了，我得过去接他去。咱们下次再见。好。